封账，剩下的所有的事情由我来承担。各位，我非常的感谢你们，这么长时间以来，跟着我没日没夜、通宵达旦的奋斗，我真的为你们感到骄傲，感到自豪。谢谢你。如果将来有人问起你们，说郭新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们一定要告诉他，郭新年是一个不自量力、至死不休，但心怀梦想的人。李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腾支票啊！你来看，魔镜的下载量疯涨，啊！郭新年，李总是踏着今天第一缕阳光来给你送钱的。你放心，这5000万跟麒麟没关系，是我自个儿掏的腰包。我出个方案吧，咱们各自出一笔钱，我投魔晶，你投捷讯，不管谁赢了，咱们都算对方有一半的投资。那么这块蛋糕，它就溜不掉了。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，魔晶无法下架。你们答应过我，答应过我，答应过我的。答应你什么3天之前我们通电话的时候，给我明确的答复是正在走下架程序。那会儿你们怎么不跑过来跟我说下架存在法律风险呀？升级之后下载量1400万，你们要的就是这个吗？当然，下载量也是一个考虑因素嘛。什么样的考虑因素？作为一款现象级的软件，超过1000万用户的下载量，现在下架，我们承担不起。我告诉过你们，这是一款正在掠夺国有资产、正在犯罪的软件，而且有严重的侵权行为。你们宁可承担这样的法律风险是吗？我们已经研究了商业法，这件事情在法律上尚无先例，也没有任何的明文规定。没有明文规定就可以犯法吗？你们起诉魔晶侵权也好，抄袭也好，只不过是你们的一面之词嘛。在法院还没有裁定之前，如果法院裁定下来，你就不怕那1400万的用户倾泻怒火了？如果有这一天的话，你们不相信有那么一天是吗？我们以法律为标准。你可以对法律有1万种解释，但是你正在和一个10亿以上用户的运营商作对。你拿着一个1000多万下载量的破软件，竟然在这跟我狡辩，我严重质疑你们的决定。等这官司打完，我会起诉你们知法犯法。金先生，那我们就一起期待法院给予大家一个公正的裁判吧。
啊？告诉你个好消息，魔晶的用户下载量已经涨到快3000万了。太夸张了，我看过了，2600多万。1天的时间就涨了1000多万，很了不起了。过来吃早饭吧。我觉得你今天应该召开一下股东会，有些事情要做个决定。哪些事儿啊？李奔腾那5000万怎么算？钱都已经花了，总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吧。还有官司的事情怎么处理？现在只是保证魔晶不下线了，后面的路还很长。行了，先吃饭。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怎么对待罗维？那你有什么想法呀？我的建议，给他期权，干够几年，承诺给他多少股份，然后把他逐年往外围放，必须要签竞业协议，禁止他到同类型的公司任职，敢去的话，让他赔个倾家荡产。等个2、3年吧，到时候他想走也可以，因为那个时候他掌握的技术已经过时了，不会对你造成任何威胁。不太好吧？人家是来帮我忙的，我这么对人家，太狠了吧？郭新年，我觉得你不适合再做魔晶的 CEO 了。哦，你需要一个职业的经理人，一个能替你打理一切的人，一个对你足够忠诚的人，一个让你信任的人。是你吗？当然，还能有谁呢？我已经想好了，你觉得所有麻烦的事情都可以交给我，我来帮你处理。这次危机，我看得很清楚，魔晶内部的问题太大了。是啊，问题太大了。你看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应该马上从洛菲斯辞职。你看，你拿着人家的年薪，又在魔晶做着股东，还操着这么多的心，说出去也不合适啊。如果你同意我当魔晶的 CEO， 我今天就到洛菲斯辞职。先让我把早餐吃了，然后我好好睡一觉，认真考虑一下。你不用考虑了，没有人比我更合适了。当然了，还有一个人除外吧。纳兰呀，他可是你的好军师啊！你们出去一跑一整天，你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，不想回来了是吗？是，他是挺有本事的，出去跑一趟，5000万就借回来了。我求你了，能让我把早餐踏踏实实吃了吗？吃吧。谢谢啊，我吃得完。罗维呢？今天是股东会，他不是股东啊。罗维不参加是你的意思，还是郭总的意思？我通知的呀。我觉得他不应该参加这个会议啊。怎么了？我问的是你的意思，还是郭总的意思？我的意思，我今天就是想叫咱们几个股东来，商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。纳兰还没到啊？他们公司有事儿，今天来不了了。
他说最后把结果通知他就行了。那行，那咱们开始讨论。李奔腾的那5000万怎么办？我觉得都算成股份吧。我反对。目前魔晶的下载量前途远大，现在估值远远不够，没做 B 轮嘛。这时候5000万算入股，李奔腾拿走的太多了。同意，这5000万就算债权吧。我反对，要借你们借，我不借。我也反对。再来一回财务危机，那不是回到解放前了吗？我跟卢克直接回到原始社会，光着屁股上街得了。你们俩怎么了？钱都花干净了，是买豪车了还是买豪宅了？杨洋说他要做丰胸，得花挺多钱的。笑什么？丰胸很贵的。不是，那个，那是魔晶重要还是丰胸重要啊？我觉得都重要啊。对不起，我没有讽刺你的意思。你现在就是在讽刺我呀！你想干嘛呀？你干什么了？你张口闭口谈魔晶，你代表魔晶吗？你跟我们一块失过业吗？天天送简历，还没到2个月，我们又失业了。我们在高模咖啡蹭网，天天担惊受怕的，差点让车给撞死。我们天天熬夜都熬成兔子眼了。你告诉我你干什么了？是，我什么都没干。但你要把大家辛苦努力得来的成果拿去丰胸，我也是股东，我反对。我现在谈的不是丰胸的问题，你刚才说的就是丰胸的问题。我现在说的是魔晶的问题。你代表魔晶吗？啊？我代表不了，你能代表吗？起码我付出过，我努力过，不像你。我怎么了？你不就是想发财吗？不要鼠目寸光好不好？想吃肉，也要先把猪养肥。我鼠目寸光。要不是李奔腾来，今天开会讨论的就是怎么收场的事儿。欠这么多钱怎么还啊？啊？拿什么还啊？真像老大说的似的，让我跟卢卡出去卖血、卖肾、卖眼角膜吗？等死了以后，把骨头架子卖给医学院当标本吗？我要的就是我自己的那一点保障，怎么就不合理了？你非要不讲道理，我就无话可说了。我不讲道理，我他妈是最讲道理的人。等李奔腾的那一宿，我就趴在那儿，我趴在那儿睡着了。你们知道我梦见什么了吗？梦见你丰胸成功了。你他妈信不信我抽你？滚蛋！我就趴在那儿，我睡着了，我就梦见我跟卢卡结婚了。我们什么都没有了，1分钱都没有了。
房子也是租的，我们还欠了很多的债。这就是我的梦，你知道了吗？差点就变成真。杨洋，郭新年，你知道我说的是对的。杨洋要去丰胸，然后站在那儿一哭一闹煽煽情，说什么就有道理吗？徐佳莹炫耀魔晶是小作坊里做出来的，那苹果还是车库里做出来的呢。苹果现在在哪办公？还在车库吗？他们不是不懂道理，他们所有人都在排斥我。你别那么激动，有话好好说。我当然激动了，他们在针对我。我觉得你们这个团队没有一个是真正懂经营和管理的人，遇到什么事情先保护自己的1亩3分地，这样是没有办法发展的。你的志向就是做一个小的 APP 吗？连苹果公司都承认魔晶是现象级软件。我告诉你，你们的问题不在外面，在你们自己身上。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但是咱们不能老是讲理吧？是不是也得讲讲感情啊？讲什么感情？你还是记吃不记打。在你没来到魔晶之前，他们每个人都很无私，每个人都为魔晶奉献了很多。你现在这么说话很伤人。你是不是觉得你们团队没有问题？当然有问题，关起门来大家什么都可以讨论，我们也不是每一次都意见统一的，我们是举手表决。那是小孩子过家家，举手表决也是有程序的。你是多大的股东？你有没有资格举手？有没有资格参与董事会的决定？你跟谁是利益共同体？谁负责技术和财务上的汇报？这些都是有严格规定的。你要是觉得你们这样管理就可以把魔晶发展成一个伟大的企业，那所有西方管理学都是骗子。郭新年，你不觉得你推进任何事情，哪怕事后证明是正确的，在讨论的时候都很困难吗？你是第1大股东，每次做决策你都要舌战群儒，你不觉得很累吗？我们这是民主决策。这是民主吗？这个类似于小朋友谁要吃糖赶紧举手，这不是民主，这是起哄。郭新年，你承不承认我说的是对的？转到这里来开会，是我的提议。老在公司里闷着，容易不客观，成井底之蛙。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对魔晶做出过贡献，付出过心血，但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。我们不能因此来邀功摆谱，也不能按照个人的喜好去左右魔晶的未来。比如杨居然在股东会上谈丰胸，我觉得很荒唐。现在已经到了魔晶非转变不可的时候，股东结构必须要做出调整。商量这么大的事儿，恐怕得卢卡、杨都在场吧？我同意。他们2位是最小的股东，我认为应该和你们2位大股东先通气。而且，这是我和郭新年共同的看法。温迪，你只代表你自己。既然你把话说开了，咱们搞阳谋不搞阴谋，你索性把你的想法跟大家说一说。那好，
我认为魔晶以前就是一个小作坊，完全依靠技术骨干进行支撑。要想有大的发展，在管理上必须要正规化，搞技术的人要从管理层退出去，重新制定公司的基础架构，要聘请职业经理人做 CEO， 员工的股权和期权要按照工作贡献重新分配，重要的大股东有决策权。如果小股东反对的话，我的建议，考虑把他们的股份进行回购，这也是国际上通常的做法。又是职业经理人，又是 CEO， 和国际接轨这事儿我懂。但我们就是小作坊，做出了魔晶，怎么适合它生存，我们自己知道。温迪，坦白讲，你用不着拿概念来唬人，因为我喜欢魔晶现在这个团队，我才加入进来的。你现在要改造它，把它变成我曾经干过的外企那样，冷冰冰的，一点温度都没有，一点人情味儿都没有，那我还不如回去接着开我的咖啡馆呢。郭新年，你的意见呢？我还没想好。郭新年，我有正经事要跟你谈。什么事啊？我要把5%的股份还给你。你抽什么风啊？那是我送给你的，还什么还啊？那行，你不让我还可以，股份我不能白拿，我要做贡献，我要拿得名正言顺。你又想怎么着啊？我要清场。清什么场啊？第一，杨艳阳不是要钱吗？给他钱啊，把他和卢卡的股份买过来，让卢卡只负责技术维护和新技术开发。第二，徐佳莹和高迪不愿意卖股份，好啊，反正他们也没有管理经验，不用参与管理的事情，每年只参加一次股东大会就可以了。第三，我们要给李奔腾股份，给罗伟股份，还要和洛菲斯谈，和沃云生谈，几轮融资下来，就把他们手里的股份洗干净了。这件事情我来操作，确保你的股份不会缩水，把他们全部淘汰出去。这是狡兔死，走狗烹啊！这套你都是跟谁学的呀？这个不用学呀，不都这样干吗？历史上改朝换代第一件事情就是屠戮功臣。当年楚汉争霸，韩信把齐国打下来，他给刘邦写信，让刘邦封他做3齐王。当时正是用人的时候，明摆着是勒索，可刘邦还是答应了。可汉朝刚一建立，刘邦去山东玩，韩信去接他，二话不说直接拿下。韩信毕竟跟了刘邦这么多年，刘邦不好意思自己动手，让吕后召见了他，一张大渔网裹上，10几个宫女娇滴滴的拿着竹竿子，把战神捅成了血豆腐。血豆腐？是血豆腐。还有一个高级将领叫彭越，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土匪头。刘邦知道他匪性改不了，也把他叫到京城来，还是不见他。也是吕后召见了他，杀了他，把他剁成了饺子馅儿，
长安城所有的官员每人一碗，皇上就看着大家吃。从此以后，就没有人敢造反。我警告你啊，我不是刘邦，你也做不成吕后。郭新年，你要去哪？我还没说完呢。我今天晚上在外面睡，我怕我睡着了，你给我捅成血豆腐。郭新年，你知道我是为你好。我让我来当，就是要把他们清出去。老大，我们在民宿度假呢，你快来。先生，这边请。这边。先生，就是这屋。好，谢谢。老大，越来越腐败了啊！怎么哪儿都有你呀？又作什么呢？保养看不出来啊？别乱丰胸啊！把屁股上的肉移到胸上，你不觉得麻烦呀？就是，我跟他说了，他不听我。哪儿是胸，哪儿是屁股，你分不出来是吧？姐这是脸，看清楚了啊！不是你们俩人直眉瞪眼看着我干嘛呀？我一女的做保养，你们俩男的跟这瞎凑什么热闹？今儿姐高兴，请你们俩做 SPA， 滚！老大，洋洋叫咱俩滚呢。那我得来个最贵的。纳兰，李奔腾那5000万，算股权还是债权？杨洋洋跟卢卡不同意债权，他们不想还钱，连哭带闹的，整个管理层现在一片混乱。我在跟你说话呢。这件事儿你应该让魔晶的股东团队自己解决。那你也是洛菲斯的股权代表啊。李奔腾就是趁火打劫，魔晶还没有进行第2轮融资，他一下子拿走那么多股份，应该算债权。那你应该在魔晶的股东大会上做明确表态。纳兰，我求求你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郭新年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的。如果他给你打电话，你就告诉他那5000万，让他算债权。他凭什么听我的呀？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眼睛看的是我，心里想的是你，那个味道我不用鼻子都能闻到。你说他凭什么听你的呀？你真无聊。纳兰，纳兰，你知道魔晶的股东他们怎么说我吗？他们说我不就是跟郭新年谈了个恋爱吗？凭什么到魔晶来指手画脚当股东啊？我真是快被气死了，我还得厚着脸皮去说服他们。只要郭新年肯听我的，我一定把这些说闲话的人都清洗出去。你的毛病就是控制欲太强了。好，就算我控制欲强，我也是为了郭新年好，为了魔晶好。要说私心，只有一点，
连郭新年自己都承认了，他把股份给错了，应该给你。我现在必须要证明我不比你差，我对他的帮助比你大。温迪，我警告你啊，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。你把我当成预设敌人，天天担惊受怕的，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我没有预设，这是事实。我就是天天在担惊受怕。只要郭新年一天放不下你，我这个噩梦还是会一直做下去。那对不起了，我救不了你，我也不能原地爆炸呀。于公于私，我都奉劝你一句，你还是辞职吧。黛玉葬花呀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哼，考我呀？太小看我了，预言嘛。哎呦，还知道？刚才尝过了，咸的。你说这就是咱们想要的美好生活吗？要不然呢？杨洋昨天骂我，他说你别老想念过去的那种生活，有什么好的呀？你想想，咱们那时候在破电影院啊熬夜的时候，个个苦不堪言的。那个时候要是有人跟你说这样的生活有多美好，你不得掐死人家？只有傻子才怀念过去的苦难。其实有时候觉得，我要是雌雄同体就好。哎呦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女人啊，有时候挺好，啊，能照顾你是个伴儿，但有时候就特别麻烦，你老得顾及她。你就像开会的时候，其实我这个人本来没有什么观点，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但是杨洋不行啊，我还得顺着他，所以你别怪我。你是我兄弟，我怎么能怪你呢？哎，女人要是电脑就好了，需要的时候开机，不需要的时候关机，有时还能自动屏保，还不得懂。行，一会儿我就跟杨洋说。你别呀，老大，别动我腿，我痒。哎呀，你那个温迪也不是好弄的主，杨算是跟他杠上了。行了，咱们不说女人了。对罗维和李总，你是什么看法？我不说了吗？我没看法。罗维可以留，毕竟他在软件构架上是一把好手，但是其他的必须你来决定。老大，我可只听你的。当当当当当当，闪亮登场！好看，好看！赶紧出去，赶紧出去！哪儿好看了？你看见我哪儿闪亮了就好看。我不是脸闪亮，我是手闪亮。都闪亮，都闪亮！你赶紧出去，我这什么都没穿呢。哎，还有这么不害臊的？老大，重要的事情说3遍。温迪是美女蛇，是美女蛇，是美女蛇。姐，你还行不行了？你跟人结死仇啊？怎么了？我是要向老大说明我的观点。老大，你可得离他远点啊！我觉得纳兰不错，要不你的杯子？魔晶的问题谈得怎么样了？没法谈，一谈就急眼。公司的章程管理、组织架构、抵御风险的能力完全没有，基本上就是水泊梁山，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，大秤分金。我已经苦口婆心、舌战群儒了，但还是孤掌难鸣，毫无进展。纳兰，你怎么看？
魔晶的发展对郭新年个人非常依赖，就好像微软的比尔盖茨、苹果的乔布斯，他们个人都能影响整个公司的风格。我认为不需要强行调整，至少目前是这样。我们不是大股东，我们最终还是要退出的。公司里的人事调整和运作，我们只有建议权。我现在主要是担心他们能不能扛住这次官司。李奔腾不是已经拔刀相助了吗？他拔刀砍谁我还不知道。李奔腾那5000万不是好拿的。你觉得有多少人愿意拔刀相助帮你度过危机呢？魔晶的股东团队一直在讨论，这笔钱到底是做股权处理还是债权处理？股权也好，债权也罢，现在最重要的是魔晶能不能活下来。我把你们叫到这儿来，就是要让你们抓紧时间做2个预案。如果魔晶能够活下来，我们要继续追加投资。如果他你们懂的，我们必须要准备好和李奔腾的新的合作协议，保证洛菲斯的钱没有风险，我们的投资绝不能失败。这件事仅限于我们3个人知道。如果李奔腾收购了魔晶，以您的判断，他会怎么做？纳兰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做？李奔腾会怎么做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可以肯定，郭新年会离开魔晶。郭新年一出走，李奔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雪藏魔晶，让他永远没有面试的机会。我们都知道李奔腾是靠什么发家的，他为什么这么在意魔晶呢？因为魔晶威胁到他了。你们真的以为他会有勇气淘汰自己的麒麟，把魔晶作为主导项目吗？就算李奔腾同意，他的团队会同意吗？看看，也许魔晶死不了。看看，2950万了，2960了，2900万，5、4、3、2、1。这个成绩是个奇迹。祝魔晶好运。你们忙去吧。你还有事吗？我有些事儿想跟您单独聊一聊。
要讨论我的去留问题吗？如果是关于我个人的，我希望能旁听，你们不能缺席审判。5分钟把事情说清楚。温迪是魔晶的股东，我认为他应该立刻从洛菲斯辞职。这件事情我已经解释过了，我做股东是干净的，我不是故意违规的。违规就是违规，没什么故意不故意的。那如果这么说的话，违规的也不是我一个人。我知道你是在说我。辞职信我已经写好了，彭总，他不走，我走。你没有权利逼我辞职。我有这个权利，我就是投资部的负责人，我们这个部门不需要你这种人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我是哪种人？你告诉我我是哪种人？好了好了，姑奶奶们，你们吵够了没有？吵够了没有啊？我也真是倒了霉了，投了这么复杂的一个项目，这闹得成天鸡犬不宁的，鸡飞狗跳的，内战不断，这是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如果有一天我跳楼了，我会逼着你们先跳。彭总，你冷静一点。今天就算是要跳楼，我们也得把这话先说明白。我是洛菲斯派驻魔晶的股权代表，温迪是魔晶的股东。我现在都不知道应该把他当下属看，还是把他当客户看。我在魔晶的时候是股东，回到洛菲斯是你的下属，这不是很清楚、很简单吗？你倒是分得很清楚啊。可是洛菲斯明文规定，任何人都不允许拿创业公司的股份。规定就是规定，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。要说违规，咱们3个谁没违规？你没违规吗？你没违规吗？纳兰，你想想，你在魔晶和杰讯之间是什么角色？是什么角色？你能说清楚吗？你告诉我，你能说清楚吗？魔晶的情况很复杂，很特殊。温迪要在第一时间把魔晶的真实情况带回来告诉你，他还要在第一时间把洛菲斯汇总的信息传递给魔晶，这对洛菲斯对魔晶都有好处。拍电影是吗？现在双面间谍，你让他去当卧底，这不是做生意啊，这是内幕交易啊！对洛菲斯有好处的事为什么不能做？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做？为什么？温迪，今天当着纳兰的面，咱们把话说清楚。如果魔晶能够度过危机，你必须从洛菲斯辞职。彭总，就这么定了。彭总，到时候我会把辞职信交到您手上。我跟高迪，我们2个商量了一下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们俩都听。谢谢啊。行了，别愁眉苦脸的了。之前你在高模咖啡，一杯咖啡喝1天，喝完还往回吐，这么恶心的事儿你都干了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跟我下去吧。
你不下去，别人也玩不踏实。尤其人罗维功劳这么大，你不露面，人家还以为你对他有意见。走吧，快点，笑，快！不，你上哪去了你啊？顾今天，来 ，Cheers，Cheers， 你悠着啊，别喝多了。成功了，我们。老大，找你半天了，你去哪儿了？哎，有东西给你。哎，老大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重新改了个界面，你看看，变成了一个绿色的随风飞舞的小燕，怎么样？哟，改调性了。现在是夏天，叶片是绿色的。等到了秋天，到了冬天，我甚至希望叶片变成粉红色的，提高用户体验。要是换成这个界面，咱们的下载量还得增加1000万。那必须的。咱俩聊聊啊。你说，找个安静的地方，楼顶上。我陪郭总去聊聊。再不出来晒晒太阳，那他妈该长蘑菇了。哎，我这脖子呀，还有这个肩膀，我住那地儿太潮了。哎呀，这在北方再得了风湿，这妈的！我这个颈椎也完蛋了，动不动就莫名其妙的头疼。医生也不让我吃止疼药，只让我运动。医生说我这要是再严重下去，就会有一天突然晕倒在大街上。这还没怎么着，你这都快挂了。我不甘心呐！我不甘心呐！咱们俩那会儿合租房子的时候，天天说，有一天我们一定要一起开一家公司。没想到是这么实现了。现在咱们俩可不算是在一起合开公司啊，现在我是在给你打工呢，老板。老板，对我最近的工作还满意吗？刚及格吧。很好。股东们委托我跟你谈一谈。谈一谈股份问题、薪水问题、继续合作的问题，还有将来你在公司的职务问题。跟我说说，你是什么想法？这么大事儿，我就不发表意见了吧。老板们怎么定就怎么定吧，我就等着皇上颁旨。那朕希望你留下来。朕希望我留下来。朕还记得当初我邀请你加入胡油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跟我说的吗？你说你干你的，我干我的，我们各干各的。朕当初要是愿意来帮我，我就不会被淘汰。我当初是能成的，朕还记得。怎么着？胡油垮了，怪我呀？就怪你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帮我呢？因为我仗义啊，因为你现在遇着难了，你需要我，我就来了。我不像你。这笔旧账你要翻到什么时候？看心情吧。各位，你认为魔晶这回能挺过去吗？没戏。就你们那个下载量，救不了你们。你们是斗不过运营商的，在人家看来，你们已经是死人了。你们离死，就只差最后的一口气。谢谢你跟我说实话。
我有心理准备。我的这份家业，是我赤手空拳打回来的，大不了再一无所有的回到大街上，能怎么样啊？我不怕。只要魔晶还在，我就不会心甘情愿的等死。不过我非常谢谢你这回能来帮我。如果你有更好的去处，我一定不会耽误你。如果你暂时没有，我希望你留下来，咱俩一起干。你有任何条件，直接跟我说。哎呀，说的我都快动心了。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答应你。当初我邀请你来胡罗的时候，我已经做完准备了。我会让你来做我的第二大股东。那现在轮到我来投靠你的魔晶了，你会这么对我吗？行了，要我来，我只有一个条件。这个软件将来的发展方向我来定，我说了算。你来了，我走了。你去哪儿啊？我跟郭新年谈崩了，我准备离开你们魔晶了。你不能离开啊！魔晶现在需要你。可是我跟他没谈成啊。你拿着，在这等我，我去跟他说。郭新年，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，无论如何不能让罗维走。他要走了，魔晶就真的没救了。他人现在就在公司门口，是我把他拦住的。我求你了，郭新年，跟我一起去说服他吧。你说话呀！你知道他留下来的条件是什么吗？他要当魔晶的第二大股东。没关系，如果你同意的话，股份的事情我可以给他做工作。这都不是最重要的。他留下来的唯一条件是，魔晶以后由他说了算。罗威就是太贪心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靠自己。
新年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，但你要记住，不管你多难，我都会支持你的。无论我做什么，你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好，我都是全心全意为你的。我哭过又笑了，笑着对自己说，也不是非他不可，找个理由就忘了。或许沉默久了，变得口若悬河。我梦过又醒了，醒着对自己说，希望你为自己而活，别把生命都错过。你还有那么久的梦要做。慢一点啊！请问你是？叔叔好，阿姨好。啊，你好。我你怎么来了？我等你半天了。啊，爸妈，这就是郭新年。郭新年。那就屋里坐吧。哦，对。二哈，快跟你弟弟打个招呼。哎呦，我二哥，二哥好！我们俩终于见面了，真可爱。坐吧，坐吧。我每次给你打电话，我都在想象，你房间到底是什么样子。那儿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，放了一个电脑桌。这一块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，我想象的这一块是放了一个梳妆台，是那种老式的黄色的木头，然后上面有一个鸭蛋圆的镜子，底下摆满了瓶瓶罐罐的东西。不瞒你说，这原本还真有一个化妆台，那是我妈妈的嫁妆。我说吧，床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，坐西朝东。然后我想象你每次在床上睡觉的时候，我二哥都趴在你脚底下。他倒是想，一般情况下，我一脚把他踹下去了。哦，是吗？那时候咱们还说好了，只要魔晶能赢，你就答应见我。结果那天晚上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都不接。后来我打给你了，你不是睡了吗？喂，哪位？谁呀？这么晚了还打电话？说话呀！就是个笑话。你今天来我家找我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约了李奔腾明天见面，你赶紧给我点建议。我欠你的。你就是欠我的。一直以来你都帮我，你现在不能撒手不管。还赖上我了。反正我现在就是风箱里的耗子，两头堵，就等着你给我指点迷津了。那好，我们来推演一下。假如我是李奔腾，我给你5000万，你给我债权，打欠条。那问题来了，你拿什么抵押给我？个人财产？
先不管别的股东同不同意啊，就算他们同意，你们有没有5000万的个人财产？就是为了这个，我们都吵成一锅粥了。个人财产不能抵押，那你们只有一条路，把魔晶抵押给我。如何让我的利益最大化？就是让魔晶死掉，还不了钱，魔晶完整的版权就归我。你们出局或者被返聘，多好啊！5000万买一个现象级的软件，我为什么不做？我懂了。要是签债权，我就等于把李奔腾推到了我的敌对面，那么他将不择手段地让魔晶死。必须签股权，我要把李奔腾跟我绑在一条船上，这样他会尽他所有的能力来支持魔晶，帮助魔晶。真聪明。郭新年，我以前有个高中同学，小时候啊，他很调皮，成绩又差，他爸还老打他。有一回，他想了个狠主意，他想拿根棍儿把自己的手给打折了，这样就不用参加期末考试了。嚯，够狠的呀！有这狠劲儿，好好学习不就得了？他不就是来不及了吗？结果他就真去把那课桌的腿给卸下来，咔嚓一下就把自己的手给打折了，打折他就哭了。你猜他哭什么？疼啊！他是习惯用右手的人，但是他把自己的左手给打折了。这个傻帽，傻不傻？结果他还是得吊着那个胳膊去参加期末考试。他爸那顿毒打吧，还没逃得了。前一阵我们同学聚会，他从国外留学回来了，人现在可是麻省理工的核子物理博士。同学们都劝他现在得改改脾气了，要不然一不小心就把原子弹给打爆了。哼，你是想跟我说，人要想做成点事儿，必须得对自己狠点儿？我可没这么有哲理啊！哎，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？就是在一个地方待久了，老觉得闷，老想出去走走。我就是这样啊。我跟你说一个秘密啊，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理想，就是离家出走。真的假的？你那本《瑞士攻略》我看了好几遍，阿尔卑斯山、日内瓦湖，我都好想去。我经常幻想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。原来你也喜欢出去流浪啊！不瞒你说，当时你在西藏的时候，我其实特别羡慕你。我希望永远在路上，永远有位置。想去就去啊，还犹豫什么？你去哪儿我都能陪着你。你要不你现在回家收拾行李去？真的假的呀？说风就是雨。咱们真的可以去瑞士，那有4季不化的雪山，咱们可以坐着冰川火车到冰川小镇，然后爬雪山。到山上以后，我们可以滑雪、攀岩、雪中漫步。我们还可以去日内瓦湖，特别大的一块葡萄园就在湖边，我们可以采摘葡萄，或者坐在湖边，一边喝着葡萄酒，一边聊天，看湖光山色。还可以去西藏，咱们可以从拉萨出发，路过阿里，然后翻过喜马拉雅山到不丹，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。然后从不丹继续南下，路过尼泊尔到印度，再到斯里兰卡，然后从斯里兰卡上船，你想去多远去多远。无论你去哪儿，我都能陪着你。
跟你说的都是心里话。再见，安好。啊呜！